同志们，今天说说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土谈判上为什么总是吃亏啊？咱们家有10多个陆上邻国，陆地边界线总长22000多公里，这些边界线里90%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确定下来的，其中最绵长的是中蒙和中俄边界线，都在4000公里以上，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交界长度的1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邻国里几乎就没有哪个说自己与中国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的，大到苏联，小至尼泊尔都有谈不拢的问题。你们说，如果和10几个国家的领土纠纷不解决好，那要是他们对咱家群起而攻之，都不用费心思布局，坐地儿就把咱家给包围了。今天北境打一枪，明天南疆放一炮，那这个仗该怎么打呢？我的回答是打不了一点儿。咱们之前聊以色列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话，这世界上还没有哪个现代国家是能在与周边所有邻居的关系都搞到一团糟后，还能最终实现长治久安、民族崛起的。这话放到咱们自己身上也适用。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的领导人们面临的就是这么个境况，而那时的处理方式与处理结果就是方式上能不打仗就不打仗，结果上90%都是邻国占便宜，我们吃亏，剩下的那1成属于是双方对争议领土平均分了，也不存在我方多拿多占的情况。听上去很不痛快是不是？一点也不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的初代领导集体要这样去处理领土问题呢？这一点是现在很多声音正在拿来阴阳怪气做文章，甚至要为国民党政权招魂的，特别体现于对被沙俄掠夺走的那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整天拿着个秋海棠叶在那地图覆浆，对解决实际问题起不了一丁点的正向作用。什么叫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咱们举个江东64屯的例子，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沙俄在此进行了血腥屠杀，把这块土地抢走了。对此，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没承认过要放弃主权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咱们宣布放弃江东64屯的领土主权。有人一听这个，那立马来劲了，心里指不定咋兴奋呢。但是我就问一点，清政府和国民政府除了嘴硬和一次次的对外丧权辱国，他们有没有过不以付出更多代价为条件的从俄国人手里拿回来哪怕一点的土地？你光嘴上说不放弃有屁用啊？于实际行动上，他不仅没有不放弃，他还一点一点的持续在往外送。1944年，苏联实质性的从国民政府手里拿走了唐努乌梁海。1945年，苏联以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和承诺不支持中共为条件，与国民政府签订了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南京方面又被迫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附带着还送出了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港30年的租借权与行政管辖权。那同样作为战胜国，窝囊成这样，蒋介石也生气啊，校长也是有点民族气节在身上的，气得他写日记骂苏联，骂完再陪着笑脸履行条约。这还只是卖给苏联的，那卖给日本的1933年塘沽协定是个什么性质的玩意儿，咱们就不多提了，给校长留点脸。反正这要不是日本战败了，根据这个卖国协议，那东北热河日本就是合法占领，根本不是侵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出访苏联，一大目标就是废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不同意，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的平等条约。但是经过我方的数轮谈判争取，以及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被蒋介石白送出去的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一切权利，包括行政管辖权，我们成功收回。要不然苏联是有权在旅顺口建海军基地的。更刺激的是，要不是咱们解放战争胜利了，那在国民政府两头卖的操作下，苏联有权在旅顺建基地，美国有权在青岛建基地，大家就想想吧，咱们这命运得比半岛上那2个还惨，还一口一个国民政府从未放弃哪儿的主权，给他招魂，脑子没病吧？进入80年代后期后，中苏紧张关系缓和，于边界问题上，苏联表示愿意就此前他们一直拒绝接受的中方划分提案再次开启协商。在东段边界上，黑龙江和乌苏里江2条界河中共有岛屿1845个，其中被沙俄及苏联此前霸占的位于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有600多个。1991年中苏东段边界协定签订，我们拿回了这600多个里面超过90%的岛屿，而当时没能拿回的黑瞎子岛与额尔古纳河中的阿巴该图州主，后续也分别于2004年、2005年收回。彼时，中俄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俄罗斯承认中国收回黑瞎子岛的西半部分，包括银龙岛和珍宝岛在内，共174平方公里的土地。阿巴该图州主则大部收回，这才叫实际进展，这才叫收复了故土。那东西大都是在清政府和国民政府手上丢的，他们只是嘴上说着不放弃主权，但是别说收回，他们连过去挖一捧土都得让鹅毛子给打出来。在今天居然有人赞其有骨气，哪有骨气？口嗨有骨气，日记本里画个圈去诅咒你有骨气，反过来还要
暗讽新中国放弃唐努无梁海与江东64屯等地主权是给苏俄跪下了，这都不是双标了，这叫针对性极其明显。那为什么唐努无梁海和江东64屯这些地方咱们放弃了，乃至于我们为什么要对缅甸甚至尼泊尔这些小国弱国也都做出了让步呢？聊这个事情它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得先明晰当时解决领土争端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外交基本国策是什么，以及我们所面临的具体阻碍是什么，这3大问题，一切脱离了这3大实际问题的空谈寸土不让，乃至由此引申到暗示你该仇恨谁，该与谁站在同一阵营的言论，要么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饱食终日者，要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不怀好意者。